我怀着孩子蹲不下来，这该怎么换鞋啊？没一点眼力劲儿，还不赶紧滚过来给圆圆穿鞋！你是死人吗？Guarda, sembra proprio una sciva. Non parlare. Amore, stai per diventare papà? Sei felice? Certo. 看什么看？听得懂意大利语吗？赶紧把鞋摆好。Chi ha appena detto che è il padre di questo bambino? 他刚才说他肚子里怀的是你的孩子。文文，你怎么会意大利语？少在这里没事找事，真以为自己随便学了几句鸟语就能在这胡说八道了？都到现在了，你们三个还想合起伙来骗我？既然他都听见了，咱们也不用藏着掖着。没错，我肚子里的孩子就是阿浩子，怎么了？圆圆，你干嘛呀？不是说好了等孩子生下来再告诉他？圆圆说的没错，一开始瞒着他也是怕他小心眼受不了，现在是他自己不想要的体面，那就别怪我们。老婆，是这样的，我大哥去世的仓促，没能给林家留下个后，我妈就想着让我帮大嫂一把，借个种，圆她一个当妈妈的心愿，也给我们林家留个根。这种事也能帮忙？你瞎说什么？我就只是给大嫂帮个忙而已。再说了，这次的招标会，圆圆她爸能帮我，你能吗？你除了洗衣做饭，你还能干什么？林浩，你别忘了，当初是你跪着求我辞职当家庭主妇的。文文呀，都是一家人，干嘛分得这么清楚？别这么小气嘛！阿浩身体好，借我用用怎么了？周圆圆，你真不要脸！我的肚子好疼啊！叶文，你疯了是不是？圆圆要是有半点闪失，我弄死你！圆圆，你没事吧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我们现在就去医院。我没事的，文文生我气也是应该的，你们别怪他，是我不好，不该跟他说实话的。叶文，你实在太过分了，再生气也不能对一个孕妇动手。我看你就是心肠歹毒，想断我们林家的香火。到底是小门小户出来的，真是上不了台面，连这点容人之量都没有，活该你生不出孩子。你这3年吃我的、喝我的、穿我的，全都是我养着你，你就老老实实守本分，不要再闹了。我答应你，等大嫂的孩子生下来，一切都还和以前一样，少不了你一口饭吃。和以前一样？你是说让我看着自己的老公和别的女人生孩子，还要像以前一样当牛做马伺候你们一家子，给你们的私生子洗尿布是吗？你嫁到我们林家，伺候公婆，伺候丈夫，伺候全家，这些就是你该做的本分。娶你回来不就是干这个的？阿浩，预定的餐厅时间快到了，我爸都在催我们了，别跟不相干的人浪费时间了。对，我差点把正事忘了，福利鸭餐厅那位置，一般人挤破头都进不去，我还是托关系才订到的。没错没错，我们赶紧走，让他一个人在家里好好反思反思。3年了，我忍辱负重，做小伏低，换来的不是真心，而是一次又一次的贬低和欺辱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。支部，女士你好，请问你有什么事儿吗？我来餐厅，当然是吃饭的。你确定？这可是江城最高档的思想餐厅，身价没有9位数，连门儿都进不去。告诉你们经理，我叫叶文。董事长，你终于回来了！3年了，看来还有人记得我是谁。餐厅现在进行紧急清场，各位已支付的费用都会10倍进行返还。喂，你们怎么敢这么对我？我好不容易才托关系订到的位置，你们说清场就清场啊？到底是什么大人物，有这么大的权势，能把整个高档餐厅都包下来？谁知道呢？真倒霉，菜都没点上，白白错过了10倍赔偿，晦气！这群势利人，等我儿子拿下天书专利，整个江城都得看我们脸色。到时候让这餐厅老板跪着求我们来吃饭。
那人怎么有点像叶文？哈，一个晦气的穷酸货，只怕连餐厅名字都没听过，怎么可能是他？就是阿浩，你肯定看花眼了。那个只会干活的黄脸婆，只怕还在家里哭着吃剩饭剩菜呢。大学时林浩承诺，以后功成名就，一定要带我来这里吃一顿烛光晚宴。叶氏的产业本来只在医药领域，为了他这句空话，我破例买下了整个弗利亚餐厅，就等着他履行承诺的那天，把餐厅当礼物送给他。只可惜，结婚3年，他从来没有带我出过一次门，因为在林家人眼里，我出身寒灰，不配做他林浩的妻子，不配站在他身边。董事长，3年前您隐退时，我们按照您的要求，隐藏了叶氏和您的真实身份。现在是否要重新公开所有信息？这3年就像一场荒唐又可笑的噩梦。公开吧，这场梦也该醒。下面宣布年度江城前10企业。什么？排名前10的企业竟然全都是叶氏的全资子公司？不止江城，叶氏旗下的医药公司遍布全球，足足有几百家，就连海外最顶尖的药企都是叶氏控股的。叶氏资本这个名字，时隔3年重新现世，就意味着叶氏那位神秘的掌权人回来啦！文文，你真的想好了吗？为了一个男人，放弃我辛苦创起的商业帝国，放弃你最爱的研发事业。对不起，妈，林浩他不喜欢太强势的妻子，他只想和我过平平淡淡的生活。你是新药研发的领域100年难遇的天才，为了他放弃自己的人生，真的值得吗？妈，在你的暗中帮助下，林浩的天盛集团现在发展得很好。他说过，以后一定会好好对我，不会让我受一分委屈。文文，你记住，女人这一辈子最终能依靠的，从来都不是男人，只有你自己。我当初没有听我妈的劝告，才会落得今天这个地步。她一定对我失望透顶。老董事长当年把叶氏托付给我代理，还让我转告您一句话：您无论做出什么选择，叶氏资本永远是您最硬的底牌，永远是您的家。您准备怎么做？天书专利的招标会是什么时候？5天之后，届时业内所有头部企业都会派人出席。不过，按照您之前的吩咐，这个项目早就内定给了林浩的天盛集团，我这就吩咐下去了，立刻撤销天盛集团的资格。不用，通知下去，这次的招标会我亲自出席，到时候我要让他亲眼看着失去我的托举后是怎么堕入万丈深渊。妈，叶文还没回来吗？圆圆这些真丝衣服都得手洗，我胳膊都快抬不起来了。那小贱人夜不归宿，就是跟我们置气呢，真是翅膀硬。不过这圆圆一会儿想吃酸的，一会儿想吃辣的，难伺候的要死。上次餐厅的事，圆圆她爸很生气，现在只能指望圆圆替我们多说几句好话。下周的天书专利，我才有希望拿下。再坚持2天，叶文那小蹄子就是一个没工作、没收入、没娘家的三无女。过2天她饿肚子了，肯定就得哭着喊着回来求我们。没错，等她回来，我非得让她跪着给我认错，让她知道谁才是这个家的主子，还敢给我们甩脸子，真是反了。果然是专业团队，这气色终于回来了。是董事长您本来底子就好，这几年只是被琐事耽误了。而且这些护肤品都是您当年亲自带队研发的专供款，效果自然是顶级的。这几年在林家，别说皮肤护理了，我连一支属于自己的口红都没有。再娇艳的玫瑰，困在不见天日的角落里，也会枯萎的。是啊，现在该让玫瑰重新开花了。董事长，您要的离婚协议已经拟好，不过我们对天盛集团的投资想要全部撤回，还需要走3到5天的流程。还有和天盛集团合作的所有项目合同重新倒查，并追究其违约责任。明白，我马上通知法务部处理。另外，帮我联系繁星珠宝公司，我要报案。好家伙，今天招标会，好多平时请都请不动的行业泰斗都来了，知道吧？这个招标会背后的控股方就是叶氏资本。叶氏资本，传闻中财大气粗、一手遮天的叶氏资本，这不是天盛集团的林浩吗？
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也敢来染指叶氏的项目？那2个女的身上全都是繁星珠宝的国际高定款，一套就上千万。林浩怎么会有这种实力？难道他是什么深藏不露的大人物？哎呦，林总，好久不见啊，真是年轻有为。这2位就是伯母和林夫人吧？果然气质出众。客气了，客气了。阿浩，谢谢你，今天这套首饰我真的太喜欢了。林浩先生在吗？你们是什么人？找我干什么？我是繁星珠宝的法律顾问韩泰。今天我们接到客户叶文女士的报案，她名下价值3000万的定制珠宝失窃，目前就在这2位女士身上穿戴。我们已经向警方报案，现在请你们立即交还珠宝，否则我们将申请警方现场强制措施。妈，都怪你，非要乱动叶文的嫁妆，现在出事了。你怕什么？她叶文嫁到我们林家，人都是我们林家的，她的东西自然也是我们林家的。我拿我自己家的东西，怎么能叫偷？我劝你别多管闲事。叶文是我家媳妇儿，她的东西就是我们林家的，是她和我儿子的夫妻共同财产，我想给谁戴就给谁戴。我手上有完整的购买记录，可以证明这些珠宝都是叶文女士的婚前个人财产，与你们没有任何关系。请你们立即交还，否则后果自负。这些珠宝竟然是那个黄脸婆的，这怎么可能？连我都买不起的高定珠宝，她一个家庭主妇怎么可能有？行了，别丢人现眼了，赶紧把东西都摘下来。要是今天闹到警察局去，我还怎么拿下？你们看什么看？不就是几件破首饰吗？跟谁没见过似的。不好意思，这些都是全球唯一的定制款珠宝，但凡有一丝损伤，都会产生上百万的赔偿。不过各位不用担心，叶文女士特意交代过，不需要你们赔偿，因为反正你们也赔不起。你怎么说话的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叶女士还说了，这些珠宝沾了不该沾的人脏了，她回头就全部熔了重铸，免得留在手里沾了晦气。董事长，招标会已经正式开始，全场的嘉宾都在等您。我刚下飞机，现在正往会场赶。急什么？让他们先候着。3年来，他们逼我洗手做羹汤，困我于方寸厨房，欺我眼盲心瞎，辱我卑微如尘。今天是时候让所有人都知道，我叶文最擅长的从来不是柴米油盐，而是生杀予夺。这个该死的叶文，竟然敢这么打我们林家的脸！等我抓到他，非撕烂他的嘴不可！等我找到他，我非得好好教训他，让他知道这个家里是谁做主的。妈，小浩，天大的好消息！刚才我给我爸打了电话，他跟我说，这次天书技术的专利已经内定给天盛集团了。你说的是真的？别骗我！当然是真的，我爸说是叶氏资本的董事长亲自指定的。可我们根本不认识叶氏的董事长啊，他怎么会指定我们？我知道了，肯定是我的才华得到了叶董的认可，想要趁机招揽我。我就说，我林浩天生就是医药天才，我儿子真是太厉害了，真是我们林家的骄傲。等我拿下天书的专利，我们天盛集团立刻就能成为江城医药领域的龙头老大。到时候我第一件事就是跟叶文那个黄脸婆离婚，风风光光娶圆圆过门，让叶文那个贱人滚出江城，永远都别想回来。对，到时候让他跪在我们面前给我们擦鞋，我们都嫌他脏。等我嫁进来，就是名正言顺的林太太，到时候我要让叶文当着所有人的面给我道歉。现在我宣布，本次天书专利的中标公司为叶氏集团董事长到。叶文。我天！江城顶流圈子，我混了这么多年，从没见过气场这么强、样貌这么出挑的千金。刚才我听见旁边人喊他是什么董事长，说他是顶流女星，我都信。妈，他就是叶文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他要是叶文，我把这宴会厅的地板都舔干净。
叶文，你还真敢来！这是什么地方？医药行业顶级的招标会，是你这种天天在家刷锅洗碗的家庭主妇配踏进来的，赶紧滚出去！别在这儿脏了大家的眼！你能来，我凭什么不能来？叶文，你个不知好歹的白眼狼！我们林家养了你3年，给你吃给你住，你不感恩戴德就算了，还敢上门来要珠宝！我自己花钱买的东西，拿回自己手里天经地义。倒是你拿着我的东西装阔气，脸不红。怎么回事？这个叶文跟换了个人似的，眼神怎么这么吓人？叶文，别在这丢人现眼，有什么事滚回家说，别在这给我惹事儿，得罪了在场的大人物，你10条命都赔不起。什么情况啊，林总？不是说这位是董事长吗？你们认识？各位老板别被他骗了，他根本不是什么董事长，就是一个当了3年家庭主妇的黄脸婆，连江城的上流圈子门朝哪开都不知道，肯定是偷偷混进来的。这个时间董事长应该已经到会场了，目前知道他身份的人还不多，我们得赶紧过去。是。家庭主妇，没搞错吧？就这气场，我只在京城那些顶级世家的掌权人身上见过。家庭主妇能有这定力？一个家庭主妇来招标会到底干什么？我看就是打肿脸充胖子，等会儿露馅了有他难堪的。叶文，我警告你，今天这场招标会对我很重要，不是你这种没见过世面的女人能掺和的。现在立刻滚回去，不然等会儿出了事，我可不会保你。就是自己没本事就算了，别在这儿给我们家招灾，得罪了大人物，我们林家都要被你连累，赶紧滚，别在这儿碍眼。叶文，这里的人非富即贵，你一个只能靠阿浩养活的家庭主妇，跟我们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别在这儿自取其辱。我丈夫和他守寡的亲大嫂手挽手站在这里卿卿我我，我这个明媒正娶的原配妻子凭什么不能来看看？叶文，你这么大声干嘛？疯了吗？什么情况？这位竟然才是林总的原配老婆？小叔子跟寡嫂勾肩搭背，这俩人绝对有一腿吧？太不要脸了！小叔子跟大嫂搞在一起，真是伤风败俗啊！各位别听他胡说八道，我大哥英年早逝，我大嫂怀着我大哥的遗腹子，身体不便，我这个当小叔子的搀扶一下，天经地义。没错，倒是他没用的扫把星，自己生不出来孩子就算了，还嫉妒他大嫂。原来是这样啊！当嫂子的身体不好，小叔子照顾一下很正常，都是自己家人。毕竟是女人，就是善妒啊，见不得老公对别的女人好。叶文，你听见了？大家都明事理，知道我只是替我大哥照顾孤儿寡母。我看你就是在家待久了，脑子都待坏了。你照顾大嫂，需要照顾到一张床上去，需要照顾到肚子里都怀上你的种。什么？叶文，你个贱人，给我闭嘴！家丑不可外扬，你不懂吗？你就是存心要毁了我们林家，你个毒妇！哦，原来你们也知道这是家丑啊，我还以为你们做都做了，早就不要脸了。林总，你最好把这件事解释清楚，大家都是体面人，如果你真的做了这种禽兽不如的事，就不配待在这里。没错，这种龌龊的事要是真的，我们可不敢跟你这种人合作。怎么可能？大家别听我老婆胡说，她没见过什么世面，在家待傻了，在这里胡言乱语，让大家见笑了。各位老板，都怪我怀着孩子身子弱，才麻烦阿浩多照顾了我几天，我就该守着我去世的老公，辈子不出门，就不会惹得文文这么嫉妒我，这么污蔑我了。造孽呀！我们老林家是倒了8辈子血霉了，大儿子年纪轻轻就没了，留下这孤儿寡母可怜兮兮的，小儿子又娶了这么个不下蛋心肠还歹毒的毒妇，天天搅得家里鸡犬不宁，我怎么就摊上这么个儿媳啊？这周小姐好像也挺可怜的，老公没了，自己还怀着孩子，婆家人帮忙照顾着很正常吧？是啊，肯定是这个叶文嫉妒人家，故意泼脏水。叶小姐，你刚才那么说，是有什么证据吗？要是没有证据，那你就是恶意诋毁陷害，在这种场合污蔑人，也太没品了。谁说我没有证据？我今天敢站在这里，就不怕把你们的底裤都扒下来。这里面装的，就是周圆圆肚子里这个孽种和你林浩的亲子鉴定报告。不可能！你怎么会有这种东西？这得感谢我的好老公啊，怕自己喜当爹，
偷偷背着你去做了亲子鉴定，结果嘛，倒是遂了他的愿，确实是他的种。你真的去做了亲子鉴定？你少在这装模作样！我平时去的是江城最顶级的安宁私人医院，安保级别拉满。你一个没权没势的家庭主妇，不可能拿到别人的绝密报告。哦，忘了跟你说，1个小时前我已经全资收购了安宁医院，现在我是这家医院的唯一老板，想拿一份自己老公的亲子鉴定报告，易如反掌。这怎么可能？不信，那就打开看看。行了，什么狗屁证据，全是你伪造的假东西！我看你就是疯了，为了污蔑我们，什么谎话都敢编！不会吧？检测报告竟然是假的吗？叶文，你不会以为找人喊你2声董事长，你就真成叶氏资本的掌权人了吧？叶氏董事长是什么身份？怎么可能给人当3年免费保姆，天天被人呼来呼去？叶文，我给你脸是吧？闹到这份上差不多得了。你好好想想，这3年要不是我养着你，你能住得上大别墅，开得上豪车？我告诉你，没有我，你什么都不是。就是，我儿子可是堂堂公司总裁，你不过就是个在家洗衣做饭、端茶倒水的老妈子。我们家养了你3年，没把你赶出去就不错了，你还敢在这反咬一口，真是喂不熟的白眼狼。各位老板也都知道，我林浩能有今天，全靠我自己的本事。现在有10家顶尖公司都抢着给我投资，这就是市场对我的认可。没错，这10家投资公司已经证实都是叶氏资本旗下的全资子公司。说白了，阿浩就是得到了叶氏资本的亲自扶持，未来的前途不可限量。叶氏旗下竟然有10家公司投资了林浩，这相当于直接抱上叶氏的大腿了。难怪林总这么有底气，原来是有叶氏撑腰啊！真有意思，我在背后默默给你投了8年钱，扶着你从一个一无所有的穷小子做到今天这个位置，结果你还真把自己当成什么商业天才了。执行计划，演够了没有？叶文，就你那通讯录里，除了外卖员就是菜市场老板，还能给谁打电话？装得跟个大人物似的，不觉得可笑吗？我看他是知道自己没脸呆了，打电话叫车滚蛋呢！好啊，我今天倒要看看你这个靠我养了3年的废物能耍出什么花样来，我倒要看看你能把我怎么样。喂，儿子，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阿浩，谁的电话？到底怎么了？是最大的投资商代表，他说立刻撤回对我的全部投资，并且永不合作。什么撤资？好端端的怎么会撤资？之前就算你项目赔了钱，他们都眼都不眨的追加投资，怎么会突然这样？是你？刚才那个电话是你让他们撤资的？是我。我的天，真的是他做的！刚才我还以为他在吹牛皮。一句话就让叶氏旗下的公司撤资，这到底是什么来头？怎么，刚才不是还说我在装腔作势演大人物吗？怎么现在又信了？你们别信他，这个小蹄子就是走了狗屎运赶上了。他一个家庭主妇，能有本事让叶氏的公司撤资？鬼才信！慌什么？不过就是一家公司撤资而已，也许就是技术性调整，很快就会恢复的。就是没了这一家，阿浩背后还有9家叶氏旗下的投资商，根本伤不到根基。说的对，而且我现在已经被叶董看中了。等我今天拿下天书这个核心专利，全江城的资本都得排着队求着给我投资，到时候今天失去的，我全都会加倍拿回来。林浩，这只是个开始。你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只是个开始？3、2、1。喂，张总。全完了，剩下的9家公司全撤资了，还有几百封律师函要追究项目违约的责任。我的天，10家公司全撤资，几百封律师函，这是要把他往死里整啊！这到底是多大的能力？一句话直接断了他所有的后路。这叶文绝对不是。天哪！造孽！
10家公司同时撤资，几百封律师函，这只有叶氏总部才能做到，他怎么可能有这个权限？贱人，是你，全是你做的！你到底耍了什么阴招？我没做什么，只不过是把我给你的东西一件一件全都收回来而已。毕竟养了3年的狗反咬我一口，我总得把骨头拿回来，对吧？这也太恐怖了，能直接命令叶氏旗下10家公司同时撤资，这得是什么级别的权限？难道他真的就是叶氏资本那位从来没露过面的神秘董事长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叶氏资本是全球医药巨头，董事长是什么身份？怎么可能给人当3年老妈子？以前我傻，放着叶氏资本掌权人的身份不要，心甘情愿收起锋芒，为你洗手做羹汤。结果呢，换来的是你出轨寡嫂，是你妈天天的偏心和侮辱，是你们全家都觉得我离了你们林家就活不下去。圆圆，他要不是叶董，那他怎么能让那些投资商撤资啊？很简单，他就是利用和阿浩的夫妻关系，跑到投资商那里恶意诋毁、造谣，重伤阿浩，才让投资商们误会了。这种下三滥的手段，也就他这种没见过世面的女人做得出来。一定是这样，这个毒妇就是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害我。也有道理啊，毕竟是夫妻，想要搞点破坏确实不难。不然还能真的是叶董啊？那也太离谱了。你们怎么就确定这天苏专利一定是天盛集团？叶文，天数专利这种级别的项目，决策层都是叶氏总部的核心人物。以你的身份，连给人家提鞋都不配，你就算再折腾，也改变不了结果。别磨磨蹭蹭的了，现在就宣布最终中标结果！我要让这个女人彻底知道，她那些上不了台面的手段有多么幼稚可笑！快宣布结果！别卖关子了。好吧，我现在宣布，天厨专利的中标公司为永川科技。这怎么可能？中了，我们中了！天书专利是我们永川科技的了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，怎么会这样？不对，绝对不对！我爸亲口跟我说的，内定给天盛集团，怎么会变成永昌科技？一定是搞错了！怎么会？真的是永川科技，不是天盛。笑死我了！刚才还一口一个内定，搞得跟真的一样，结果连边都没沾上。就是啊，想中标想疯了吧？还在这儿自导自演。刚才还说人家叶文没资格，结果自己连中标资格都没有。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。我爸可是汇成医药的业务经理，跟叶氏的高层直接对接的，他的消息不可能有错。我知道了，一定是你，一定是你收买了主持人，偷偷换掉了中标结果。你这个毒妇，为了害我，竟然敢动叶氏的项目！又是你叶文，你为了毁了阿浩，竟然连这种违法的事都敢做，就不怕叶氏追究你的责任，让你牢底坐穿吗？不会吧，这可是叶氏亲自主办的招标会，敢偷偷换结果，那可是找死啊！就是啊，得罪了叶氏，在江城根本就混不下去了。他敢这么做？叶文，我劝你现在赶紧收拾，把结果改回来。得罪了叶氏，别说你一个家庭主妇，就算是我都保不住你。到时候你就算跪下来求我都没用。你们一口一个我弄虚作假，那倒是拿出证据来啊！空口白牙就敢污蔑我，怎么，林家的人都只会耍嘴皮子吗？我们当然有证据。各位老板，这个项目内定给天盛集团，是我爸亲耳听叶氏资本的高级顾问沈峰先生说的。他说的话难道还有假吗？沈峰，还有多久？应该还有10分钟就到了，再开快点！但愿董事长那边别出什么乱子。沈峰，就是那位替叶董打理所有叶氏资产的沈顾问。我的天，那可是叶董的代言人啊！这些年叶董隐退，整个叶氏都是他在管，他说的话就等于是叶董的意思。那这么说，天盛集团确实是内定的中标方，那现在这个结果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叶文，现在你还有什么可狡辩的？沈顾问亲口说的话，难道还能有假？我看你就是收买了主持人，偷偷改了结果。我只能说，可惜你爸职级太低，费尽心机偷听来的，不过是我早就作废的预案而已。真正的决策，他还没资格接触到。通知人力部，周海生泄露公司核心机密，立即开除，全行业永久拉黑，并追究其全部法律责任。你
打电话装腔作势？你以为你是谁？说开除我爸就开除我爸？圆圆别怕，你爸可是汇成医药的老员工，人脉广得很。别说他一个家庭主妇，就算是汇成医药的总裁，也不敢说开除就开除。就是，我爸在医药行业摸爬滚打了20年，认识无数叶氏的高层，整个江城都要给我爸几分薄面。就凭你叶文，也想开除我爸，简直是白日做梦！别胡思乱想了，说不定是周总得知这边的情况，打电话给你撑腰呢。对啊，没事，接吧。爸，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怎么了？我刚被公司直接开除了，总部亲自下的命令，说我越级窃听，泄露公司机密，不仅开除，还要追究我的法律责任。什么？开除了？我的天，一句话就把汇成医药的经理开除了，还全行业封杀，这能量也太恐怖了。他到底是什么人啊？你知不知道，下命令的是叶氏总部，整个叶氏的管理层没一个人敢帮我说一句话。我不仅被开除，还被整个医药行业永久封杀了。我这辈子全毁在你这个蠢货手里了。怎么会这么严重？爸，对不起。别叫我爸，以后我就跟你断绝父女关系，别再让我看到你，你这个丧门星。人在做，天在看。你和你爸做的那些事儿，不过是罪有应得。叶文，圆圆他爸可是大哥的岳父，是我的长辈，你竟然这么狠心，毁了他一辈子。就你这样心肠歹毒的女人，以后还想回我们林家，门都没有。你放心，就你们那个藏污纳垢、狗眼看人低的林家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再踏进一步。你说什么？林浩，你听好了，我叶文要跟你离婚。离婚？叶文，你没发烧吧？跟我离婚？少在这装模作样！你跟我儿子结婚3年，都成了没人要的二手货。离婚了，你看还有哪个男人会要你？离了我儿子，你连饭都吃不上，只能去大街上要饭。有没有人要我，就不劳你们费心了。林浩，只要你在这协议上签了字，以后你爱跟谁生孩子，爱跟谁鬼混，都跟我叶文没有半毛钱关系。你别把话说的那么难听，我都说了多少次了，我只是帮大嫂一点小忙，根本没做过什么对不起你的事，是你自己擅妒成性，无理取闹。闭嘴！这一件事就足够让我恶心一辈子了。再说了，我们离婚，不正是你妈天天盼着的吗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别血口喷人！别装了，自从周圆圆搬进我们家，你就天天变着法的刁难我、羞辱我，不就是想逼我主动离婚，给你这个宝贝儿媳腾位置吗？我没有，你少胡说！你不就是图周家有钱，图周圆圆药品开发总监的身份？你大儿子死了，你怕跟周家断了联系，就想让小儿子接手他大哥的老婆，真是打了一手好算盘，龌龊至极。叶文，你怎么跟我妈说话的？我看就是你自己爱慕虚荣，见不得圆圆比你优秀。你要离婚也行，我们林家的1分钱你都别想带走，房子、车子、存款全都是我儿子的，你净身出户。叶文，你一个当了3年家庭主妇的女人，早就跟社会脱节了，离开我，你根本活不下去。协议上写得很清楚，你们林家这点破烂财产，我1分都不要。毕竟我不是开废品回收站的，垃圾我不稀罕。没有我3年来的资金托举和资源铺路，天盛集团不过就是个一碰就碎的空架子。阿浩，他能这么害你，不就是仗着跟你的夫妻关系吗？只要你们离了婚，他就再也没资格插手你的事儿，再也拿捏不了你了。赶紧签字啊！对啊，我怎么把这茬忘了？好，叶文，既然你这么狠心，不顾我们3年的夫妻情分，非要离婚，那我答应你，我倒要看看离了我，你以后怎么活。叶文，你可真是蠢到家了，这下你彻底上当了。你以为我没听见？周叔叔被开除的理由是泄密，那就说明沈顾问确实说过，
这个专利内定给了我，你就算现在改了结果，等沈顾问过来，也会再改回天盛集团。没错，等会儿沈顾问就到了，他说的话没人敢不听。到时候专利还是阿浩的，你今天做的所有事都会变成笑话。叶文，你费尽心思收买主持人，演了这么一出戏，真当自己是个人物了。等沈顾问来了，你的把戏马上就会被拆穿，到时候你不仅要给我们道歉，还要被抓去坐牢。也是，沈顾问马上就来了，他今天做的所有事都白搭了。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你们还在做这种不切实际的美梦，我倒要看看，等会儿你们的美梦碎了，会是什么样的嘴脸。等我拿到了天虚专利，马上就能飞黄腾达，成为江城顶流的豪门，你就等着后悔去吧。对了，阿浩，等沈顾问来了，你一定要替我爸爸求求情，让我爸爸重新回公司。你放心，沈顾问可是叶董的左膀右臂，而我是叶董亲自看中的人。别说让周叔叔回公司，就算是让他升个总裁当当，也不是什么难事。可惜啊，你们现在笑得有多开心，等会儿就会哭得有多惨。赶紧给沈顾问打电话，问问他还要多久到，我要让这个女人彻底死了这条心。不用打了，我已经到了。沈顾问，您可来了，实在不好意思，今天我的前妻不懂事，贸然闯进会场搅了局，我这就叫保安把她赶出去，绝对不会脏了您的眼。你说什么？你要把她赶走？没错，沈顾问您放心，我刚才已经跟她离婚了，她跟我再也没有任何关系，您完全不用顾忌我的面子。你的面子？你也配谈面子？沈顾问，您就不用跟我低调了，我知道这次的天宣专利您早就内定给我了，您放心，我一定好好干，绝对不会辜负叶董和您的期望。一开始这个项目的优先合作方确实是你，不过几天前董事长亲自下了指令，改了结果。刚才主持人没宣布吗？什么？为什么好好的要改掉结果？沈顾问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你们这一家狗眼看人低的东西，得罪了你们这辈子都得罪不起的大人物。我到底得罪了哪位大人物啊？你们得罪的就是叶氏资本当今掌权人，我们的董事长叶文女士。什么？我的天，她真的是叶氏的董事长！我早就说了，就这气场，怎么可能是普通的家庭主妇？难怪她一句话就能让10家公司撤资，一句话就能开除周海生，人家是叶氏的老板啊！不，这不可能，他怎么可能是叶董？他给我当了3年的佣人，被我呼来喝去，他怎么可能是叶董？我不信！根据董事长最新指示，从即日起，叶氏资本全球所有业务、所有项目与天盛集团林浩本人永久终止合作，永不往来。我们公司也宣布和天盛集团永久终止合作，永不往来。我们也是。好的，各位，我再宣布一次，天书专利的中标公司为永川科技。本次招标会到此结束，各位可以请回了。董事长，您确定就这么简单的放过林家人吗？急什么？他们的暴力才刚刚开始。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？完了，投资山跑了，天虚专利没了，天是彻底完了。阿浩，接下来我们怎么办？滚开！全是因为你这个废物！你爸是汇成医药的经理，你居然连叶文是董事长都查不出来！这也能怪我？你是他结婚3年的老公，却对他一无所知，你都不觉得丢人吗？蠢货，你也配跟我比？就是你这个丧门星，平时指使叶文干活就算了，非要嘴贱把孩子的事戳破。要不是你，阿浩早就是豪门女婿了。没错，要不是你，我现在就是叶氏董事长的男人，整个江城谁不捧着我？
你毁了我一辈子的前程。合着黑锅全够我头上是吧？叶文在你们家当了3年保姆，你们连她会意大利语都不知道，连她身家多少都没摸清，还好意思说我蠢？闭嘴！我就要说，你们俩才是全江城最大的笑话，送到嘴边的豪门不要，非要把金凤凰当野鸡踩，现在天塌了，都是活该！你，妈，你没事吧？调拨一些钱，再建3个高标准实验室，最新的研发技术，我们必须牢牢抓在自己手里。好的，叶董。董事长，华夏大学的陈校长来了。小文呐，这次你可一定得帮帮我。谢谢。实不相瞒，这些年国内医疗领域一直被国外技术卡脖子，迟迟没有突破性成果。我一直有关注，所以叶氏成立了专项基金会，全力支持国内的科研工作。科研最缺的从来不是钱，是能扛事儿的顶尖人才。我今天来就是为了人才培养的事儿。您请讲。你是我们学校医学院这么多年来天赋最高的学生，当年你结婚隐退，实在是国内学术界的一大损失。陈校长，您太抬举我了。我可是认真的。当年为英国皇家医学院解决了世纪难题，被授予荣誉教授的克莱尔教授就是你吧？没错，克莱尔是我的英文名。当年回归家庭后就没再公开露面，所以很少有人知道。你人虽然隐退了，但你留下的论文和专利影响了整整一代科研人。克莱斯这个名字就是国内医学领域的一座高山。您就别捧我了，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尽管开口，我一定尽力。还是你懂我。我想请你参加这次的医学院校委会，到时候有不少专攻基因药物的校友，希望能得到你的点拨。当然没问题，都是校友，能为国内医药领域搭把手是应该的。要是真遇到肯沉下心做科研的好苗子，我亲自带课题也无妨。太好了，小文，那我可就恭候你的大驾了。公司没了资金，所有项目都停了，再这样下去，不出半个月就得破产。我们现在还能指望谁啊？什么？克莱尔教授有消息了？阿浩，怎么了？你怎么突然这么高兴？太好了！消失了这么多年，克莱尔教授终于重出江湖了。就是那个英国皇家医学院的荣誉教授，基因药物领域的泰斗克莱尔教授。没错，就是他。克莱尔教授是100年难遇的科研天才，现在国内所有医药公司全靠他的学术成果吃饭。可他不是好几年前就销声匿迹了吗？哼，教授的行踪都是国家机密，普通人哪能知道？但这次我有机会跟他见一面，我们公司有救了。见教授跟救公司有什么关系？这你就不懂了。我们公司好几个核心专利都是克莱尔教授的独家授权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教授他非常看好我。什么？教授的独家授权？我怎么从来不知道？这是公司最高机密，你当然不知道。我算是明白了，叶文当初死乞白赖嫁给我，就是图我手里有教授的授权。她一个女人，就算有点钱，在科研圈也得仰仗教授。说白了，就是看中我的资源。有道理啊！那等你跟教授攀上交情，不光能拿到新的技术，还能通过教授的人脉拉到新投资。没错，叶氏资本再厉害，在教授这种国宝级人才面前，也得弯腰低头。这回我一定要在叶文面前把丢的脸全挣回来。对了，去校友会的时候，记得把 K3血清的完整配方带上。什么？董事长，这个配方可是最高机密啊！我知道，我专门申请了唯一一张复印件，就当是给那些真心做科研的技术人员准备的见面礼。好，我明白了。林哥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哟，周凯、张凡，你们都在啊？哎呀，看来这位就是老板娘吧？可真有气质啊！哎呀，谢谢大家夸奖，我可比不上在座的各位老师啊。就是啊，我们哪比得上你们2个？毕业之后都扎进学术圈，听说都做出不少成就了。唉，别提了，我们现在就是吃老本混日子。这话怎么说？
浩哥，你是不知道，我们现在遇到大麻烦了。现在国外联合起来欺负我们，基因药物的技术全都不给我们看，多少年没出成绩了？你看我这头发都愁白了。这确实是麻烦，但更是机会啊！林浩，你啥意思？你们想啊，克莱尔教授可是这个领域的天花板，今天要是能拿到教授的指点，甚至拿到他的新成果，以后你们不就是这个行业的领头羊了吗？而我就能靠着这个包揽整个国内市场赚大钱。对啊，到时候我们连个竞争对手都没有，各种奖项都是我们的了。还得是你啊，林浩，不愧是当老板的，脑子就是转得快。你们还别说，我听陈校长透露，教授今天会带来他新研发的 K3 血清配方。K3 血清？这个血清就像脑子里修了一条高速，能把那些基因药物很快的运进去，对治疗帕金森、渐冻症这些绝症都有奇效。说白了，就是以后所有的基因药物都得靠这个血清才能起效。也就是说，拿到这玩意儿，就等于拿到了一辈子花不完的钱。今天不管付出什么代价，这个配方我必须要拿到。叶文，你怎么来了？哟，大家看看谁来了？这不是咱们当年的班花，现在的大董事长吗？你说话尊重点，人家可是董事长，咱们这种普通人可高攀不起。董事长了不起，我最瞧不上那些满身铜臭的资本家，除了钱一无是处。我们是搞科研的，认的是真本事，不是某些人兜里的臭钱。我也没想到能在这儿碰到这么多老熟人。得了吧，谁跟你是熟人？大学时就天天躲在实验室，从来不参加班级活动，装什么清高？人家可是有钱人，跟咱们不是一个阶层的，当然瞧不上我们这些普通人了。没错，林浩都跟我们说了，你不就是嫌他没钱，放上更大的广了？转头就把前夫的公司往死里整，心也太黑了吧！对自己丈夫都能这么绝情，谁敢跟你打交道？怕不是哪天就被你害得倾家荡产？原来真相是这样啊！林浩，我倒是不知道，原来你颠倒黑白的本事，比你搞科研的本事强这么多。少废话，我们今天是来跟克莱尔教授探讨学术的，你来干什么？我当然也是来探讨学术的。这个是我这辈子听过最好笑的笑话。我没听错吧？叶文，就你一个当了3年家庭主妇的女人，也配跟我们谈学术？别脏了这2个字儿！你拿着我当年随手甩的边角料专利混到今天，都敢在这儿谈学术，我凭什么不赔？你毕业这么多年，我就没听过你叶文有什么成绩。当了几年家庭主妇，怕不是连试管都不会拿了吧？女人嘛，干得好不如嫁得好。人家老妈傍到了大老板，自己一生下来就是千金大小姐，哪用得着费这个劲儿？就是当了3年老妈子，天天围着灶台老公转，怕是连实验室的门朝哪儿开都忘了吧？还来跟我们谈学术，笑死人了！周凯，你那个课题卡了整整4年没进展，核心内容都是抄我的，还好意思在我面前谈学术成果？你，周圆圆，你毕业到现在发的3篇论文，2篇是前男友帮你写的，1篇是林浩花钱给你买的，没有男人帮你，你连毕业都难，还好意思说别人靠男人？闭嘴！你是怎么知道的？还有，跟你介绍一下，叶氏是我母亲一手建立起来的，不是什么傍上了有钱人。说起来谁信啊？张帆，你托了3层关系才进的实验室，现在半年没出成果，马上就要被优化了，还有空在这跟着别人起哄？搞了半天，这几个也不是什么学术大神啊，就这样还瞧不起别人，不知道哪来的底气。我不是想打击你们，只是想提醒你们，我们现在都被老外卡脖子了，你们有功夫在这拉帮结派踩人，不如多把精力放在正事上。叶文，你少在这装清高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今天来干嘛，不就是想攀附克莱尔教授求几个合作吗？我可听说了，克莱尔教授对学术要求极严，最讨厌不懂装懂的外行人，你最好赶紧滚。行了，别管。对了，林浩，你刚才说你们公司有好几个教授的独家授权专利，是真的吗？如假包换，差点忘了，当年为了帮他，确实给过他几个无关紧要的技术授权，回头该让沈峰全部终止了。太好了，林浩，就咱们这情形，待会儿教授来了，你可得帮我们多说几句话啊！这次可真得叫林总啊，林总。
这事可就拜托你了。别忘了我了。大家放心，我和克莱尔教授的交情非常深，我说的话他一定听。是吗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我和你有这么深的交情？你什么意思？叶文，我说的是克莱尔教授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当然有关系，因为我就是克莱尔。什么？一个给我洗了3年衣服，做了3年饭的家庭主妇，也敢冒充国宝级的克莱尔教授？我看你是想出名，想疯了。叶文，你要不要脸啊？为了在我们面前装面子，连这种谎话都敢编。教授是什么级别的人物，你也碰瓷儿？同为女人，我都替你害臊。别在这哗众取宠了，得罪了教授，整个江城都没你立足的地方。教授可是国宝级人才，叶文你敢冒充？要是传出去，叶氏的股票一夜就能跌穿。哼，叶文，别说我没给你机会，现在把这瓶白酒一口闷了，跪下给我们道个歉。刚才的话我们就当你放屁，不然今天你别想走出这个门。这个我同意，我同意啊，这个好，就得给他个教训。敢得罪教授，喝光这瓶酒都是轻的。我再说一遍，我就是克莱尔。你手里那点赖以生存的专利，都是我当年随手写出来的，劝你不要乱来。够了，叶文，克莱尔教授是英国皇家医学院的荣誉教授，你说你是教授，你去过英国吗？就是，后来当了那么多年家庭主妇，别说英国了，怕是连家门都没出过几次吧。不想喝酒也行，我再给你个机会。你说你是克莱尔教授，那你就把这道题的答案当众写出来。叶文，之前你让我丢的脸，今天我要让你加倍还回来。天哪，这题也太难了吧！就是看着都无从下笔。怎么样？有本事就把答案写出来。原来是我当年出的入门题，为了刁难我，他们还真是费了心思。哟，怎么不动了？是不是连题目都看不懂啊？也是，当了3年家庭主妇，这些公式对你来说跟天书没区别吧？大家都是同学，要不是你装得太过分，我们也不想这么为难你。哎呀，咱们叶董可是只会谈生意的资本家，哪懂这些啊？要出也得出个1+1等于几的，才配得上咱们董事长的水平嘛！我还以为是什么世纪难题，就这，你们拿我10年前出的入门题来考我，也太看不起我了吧？别继续嘴硬了，有本事就上来把答案写出来。让开！装的跟真的一样，我倒要看看你能写出什么鬼东西。叶文，你就别在这自取其辱了。就是啊，大家都是同学，你当众丢的可是咱们班的脸。怎么感觉他的自信不像是装的？难道他真的会？这怎么可能？他真的写出来了！这不可能，他怎么真的会写？林浩，你说他做了好几年家庭主妇，到底是真是假呀？当然是真的。那这怎么解释？对了，这道题是克莱尔教授书里的原题，他肯定是提前背了答案，临时抱佛脚。不对吧？他怎么知道你们今天要出这道题？总不能把整本书都背下来吧？而且他写的这么流畅，根本不像是背答案啊！错了，他的答案写错了。好啊，叶文，你差点把我们都骗了。这跟书上的标准答案根本不一样。没错，叶文写的比标准答案多了一大堆，怕不是背答案都背混了吧？叶文，你是不是题目背太多，记串了啊？原来他真的是临时抱佛脚才背的题啊！我还当真了，背答案都能背错，真是个笑话。谁说我的答案是错的？在座的各位，又有谁能解出这道题呢？你少嘴硬，这跟书上的标准答案就是不一样。那有没有可能，所谓的标准答案，是我当年写的时候
特意留了优化空间的。闭嘴！叶文，你居然敢质疑克莱尔教授的能力！叶文，你今天是疯了吧？竟然敢3番5次挑衅教授！这胆子也太大了，居然敢说教授的答案有问题。今天你要是不能给出合理的解释，可就不是喝一瓶酒就能解决的事儿了。书上的答案用的是经典 COX 模型，但它有个致命缺陷，只能处理固定斜变路，无法处理免疫治疗中常见的后续治疗、交叉给药等11斜变路。当 pH 假设不发力时，这个模型的统计效能会直接下降 40%， 这也是国内大量免疫治疗临床试验失败的核心原因。当年我写这个标准答案的时候，就知道它不够严谨，而我现在写的这个新模型可以完全规避这些风险，还能把统计效能提升 60% 以上。他说的好像真的有道理。这不可能！既然是教授没公开的内容，你怎么可能会？我刚才已经说过了，我就是克莱尔。我不信，凭什么你说是就是？没错，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你的身份？当然有，这是 K3 血清的完整配方，全球仅此一份复印件，除了研发者本人，谁也拿不到。现在够证明我的身份了吗？这怎么可能？这不可能！那可是国家机密，你怎么可能有配方？因为 K3 血清是我主导研发的，我拥有它的配方，不是很正常吗？林浩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难道叶文真的是克莱尔教授？叶文说的都是真的？急什么？现在还不能证明这配方是真的。周凯，你过来检查，看看这配方到底是真是假。好，这个配方涉及到10几项前沿技术，以周凯的水平，怕是连看都看不懂。这里面的技术完全超出了我的认知，我根本看不懂真假。怎么样，看出来什么了？不对，我才是研究这个领域最久的专家。她一个当了3年家庭主妇的女人，怎么可能比我厉害？她只是个有钱的女人，这绝对不合理。这配方是假的！什么？果然，我就知道你在撒谎。你要是真有这配方，早就拿它赚得盆满钵满了，还会拿到这儿来？有病吧，害我白高兴一场。这种假配方留着只会害人，今天我就要当着大家的面把它销毁。不行！林浩，把配方放下。按照保密条例，这是全球唯一的复印件，你要是毁了，承担不起这个后果。都到现在了，你还在演戏，我还真佩服你的心理素质。反正也是假的，撕了就撕了，正好免得你拿着这破纸到处招摇撞骗。我不管你们信不信，这是我要送给陈校长用于国内科研攻关的资料，你们要是毁了，所有后果你们自己承担。吓唬谁呢？一张破纸而已，还保密条例，我看你是戏演多了走不出来了吧？还说什么我们要承担后果？现在是你冒充教授伪造机密资料，你才要承担后果。我最后警告你们一次，你们现在用的所有专利、技术全都是我的成果，你们要是执迷不悟，我会立刻收回给你们的所有技术支持。够了，叶文，你在叶氏耍威风就够了，这里都是国内的学术精英，你有什么资格收回我们的技术支持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我什么时候靠你叶氏董事长支持了？他怕不是做梦还没醒呢吧？虽然你叶氏财大气粗，但冒充教授、伪造机密资料，这些都是原则性问题。一旦传出去，我保证让你们叶氏的股票跌穿谷底。没错，医疗行业最看重的就是信任。今天之后，叶氏的名声就要被你彻底搞臭了。叶文这是何必呢？为了争一口气，自毁基业，也太蠢了吧！没办法，都是他自找的。大家看好了，今天我就要为学术界清除败类，替天行道。滚开！还想抢？伪造的破配方也当宝贝？我看你是疯了！怎么，心虚了？装不下去了？刚才还大言不惭说自己是克莱尔教授，现在怎么不继续装了？那还不是因为我们聪明，
一眼就把你拆穿了。毕竟我们都是搞学术的，最擅长的就是辨真假。你们这群靠着我的成果混饭吃的人，撕了我的研发资料，还在这里沾沾自喜。我见过蠢的，没见过你们这么蠢。你还敢嘴硬？刚才让你喝酒赔罪你不喝，看来我得帮帮你了。干得漂亮，圆圆，就得让他吃点苦头。待会儿教授来了，才不会迁怒我们。你们在干什么？陈校长，你们这是要干什么？要动手打人吗？陈校长，您来的刚好。这个叶文仗着自己是叶氏的董事长，在这里冒充克莱尔教授，我们正要把他赶出去呢。没错，他竟然敢碰瓷我们行业的泰斗克莱尔教授，简直是不知天高地厚。我可以作证，叶文确实冒充了教授，我也能作证。我也能作证，他不是。听见了吗？陈校长都说他不是克莱尔教授了。叶文，这回你完了。我承认你有钱，但陈校长可是华夏大学的校长，根本不会把你放在眼里。就是，陈校长在行业内德高望重，只要他一句话，以后没有一个科研人员会跟你们叶氏合作，叶氏就等着倒闭吧。看到了没有？你都把陈校长气成什么样了？陈校长，您别生气，我们帮您好好教训一下叶文。待会儿克莱尔教授来了，您可得替我们美言几句啊。没错没错，我们可都是为了帮教授出气，您可得帮我们跟教授多要一些学术成果呀。叶文，这下你彻底完了，叶氏资本也要跟着你一起完，我要亲眼看着你家破人亡。陈校长，你打我干什么？一群蠢货！难道你们不知道，传说中的克莱尔教授就是叶文吗？什么？陈校长，你一定是被叶文骗了，他怎么可能是克莱尔教授？怎么？你们是在质疑我，还是在质疑华夏大学的判断？这是华夏大学特聘克莱尔教授为医学院首席教授的聘书，你们自己看看，上面的名字是谁？克莱尔教授，中文名叶文。什么？他真的是克莱尔教授？现在你们还质疑我的身份吗？完了，我们竟然得罪了教授，这下全完了！林浩，你个王八蛋，我们全被你害惨了！我也不知道啊。叶文，哦不，教授，对不起，我们不是故意得罪您的，对，我们都是被林浩骗了。你们这些墙头草，刚才可不是这么说的。小文，你不是说今天要把 K3 血清的配方拿过来跟大家共享吗？配方呢？配方就在那里。什么？怎么会变成这样？这到底是谁干的？是林浩，是他撕的。他跟我们说这是伪造的配方。没错，就是林浩。他还说要为学术界清除败类。周凯，你个王八蛋，明明是你先说配方是假的。林浩，又是你，你三番五次坏我好事。林浩，你私自损毁国家重要科研资料，我代表华夏大学会追究你的全部法律责任，并且我会动用所有行业人脉，让你在医药行业永无立足之地。陈校长，不要啊！这样我还怎么在这行待啊？至于你们两个，取消你们在华夏大学的所有荣誉，学校永远不会再为你们提供任何资源和支持。校长，我们错了，不要啊！林浩，都怪你，我们全被你害死了。小文，我们走吧，这顿饭我也没心思吃了。好，陈校长，刚好我要跟您商量一下明天的采访。呸！以后别再让我们看见。该死的叶文，你不仅害我没了投资，连我的人脉和资源也全毁了。配方，我的配方，本来我拿到配方就能东山再起的，现在什么都没了。打什么打，催命吗？有话快说。林总，刚才我们接到通知，所有合作公司都收回了给我们的技术授权，没有授权，项目继续进行是违法的，怎么办？少废话，不用管，继续给我做。可是继续用这些专利涉嫌侵权，
公司法人要负法律责任的。公司法人？哼，有办法了，叶文，是你逼我的，这回我要让你给我陪葬！我想起来了，当初结婚的时候，为了表示我的心意，天盛公司的法人，我填的是叶文的名字。阿浩，你的意思是？现在这倒是我的退路。叶文，你不仁，就别怪我不义。吩咐下去，不管有没有授权，所有项目继续推进，全都给我用上，出了事儿由我担着。我怎么才想到，我现在可以肆无忌惮的做任何事儿，反正出了事儿，坐牢的是叶文这个法人。等他进去了，他爹妈早死了，叶氏所有的资产不就全都是我的了吗？阿浩，你太聪明了。等叶文进去了，我们就能拿着叶氏的钱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。走，我们现在就去找叶文，我要让他知道跟我作对是什么下场。叶董、陈校长，你们好，我是江城电视台的记者李雪。今天由我代表电视台，在叶董您的见证下，接受社会爱心人士捐赠的古董，非常荣幸各位能信任我，让我来见证。应该是我们谢谢您。这次为了罕见病的孩子们，您不仅通过叶氏捐了10个亿，还利用自身影响力带动这么多爱心人士捐赠珍贵古董，真是难得啊！那是自然，小文可是我们华夏大学的骄傲。我只是尽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而已，我个人的能力有限，希望能尽绵薄之力，吸引更多人关注慈善，关注这些患病的孩子。让开，我要进去。你敢开？他怎么来了？他总不会是来做慈善，给自己赎罪的吧？他不可能，林家人自私自利的品性是刻在骨子里的。刚结婚的时候，我作为公司法人捐了几笔慈善款，我那个婆婆秦芳指着我的鼻子骂了我整整3天。竟然还有这种事！后来他更是瞒着我，拿着林浩的身份证，把公司法人改成了林浩自己。那个小公司我本来就没放在眼里，也就懒得戳破。让开！林浩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这里不欢迎你。至于你想要的专利和资金，想都别想。谁说我是为了这些来的？今天我可是被李记者邀请来的。什么？原来你们认识啊？是这样的，昨天林先生说他愿意代表天盛集团和我们电视台进行合作，约了今天来签约。没错，我今天连公司公章都带来了呢。我们阿浩一直都很热心做慈善，今天特意拉着我过来搭把手。天盛集团如今自身都难保了，林浩这到底是演的哪一出？林浩，你今天到底来干什么？我刚才不是说了吗？我是来合作的。当着电视台记者的面，你总不能把我轰出去，搞得太难堪吧？我警告你，今天这件事关系到患病的孩子们，你最好收你那些见不得人的小心思。文文，别对我这么大敌意嘛，人都是会变的。没看我都来参与慈善活动了吗？文文，阿浩是真的知道错了，你们夫妻一场，别把话说得这么绝嘛。小文，采访要开始了，快过来吧。好的，来了。等着吧，叶文，看我今天怎么毁了你。阿浩，别跟他废话，等会儿闹大了，让他身败名裂。咱们今天就让他知道，得罪咱们是什么下场。大家好，这里是江城电视台，我是记者李雪。今天我们将在叶氏董事长和华夏大学校长的见证下，接收一批社会爱心人士捐赠的古董。这位就是叶氏集团董事长叶文女士。我右手边的这位是华夏大学校长陈润年先生。大家好。今天这些古董后续会进行慈善拍卖，所有善款将全部用于救助患有罕见病的儿童。希望大家能多多关注这些孩子，给他们多一点希望。没错，孩子是我们的未来，是国家的希望。呸，真虚伪。就是，装什么大善人，真有爱心，当初怎么不对我们好点儿？好的，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正题。我要介绍的第一件古董是一件清代官窑的粉彩花瓶。我来，这种小事儿怎么能麻烦陈校长呢？是啊，陈校长，这种粗活让阿浩来就行，他今天就是来出力的。他到底在搞什么鬼？他会有这么好心？林浩，你是故意的！哎呀，文文你怎么能这么说？阿浩好心帮你拿东西，手滑了而已。
你怎么张口就冤枉人啊？这是什么情况？花瓶怎么摔了？林浩，我就知道你今天来没安好心。哎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这花瓶太重了，我没拿稳而已。再说了，是你自己没接住，怎么反倒怪起我来了？就是啊，文文，阿浩本来是好心帮忙，就算没拿稳，你也不能这么说他呀，他心里也不好受。林浩，你知不知道这是清代官窑的花瓶，价值300多万。我就知道你没憋好屁，你就是故意搞破坏，想阻挠这次慈善活动。你可别乱说，我明明是来帮忙的，你这么说可太伤我的心了。李记者，你也看到了，真的就是个意外。文文现在情绪太激动了，说话有点冲，你别往心里去。叶董，林先生说的可能是真的，花瓶这么重，失手摔了也很正常。李记者，你不清楚之前发生的事，林浩根本不可能对慈善感兴趣，他今天就是来捣乱的。没错，我现在就叫保安把他赶出去。别，叶董，这次活动我们本来就是想发动更多人参与慈善，我觉得还是不要太打击林先生的热情，可能这里面真的有误会。不是误会，他故意砸毁花瓶，给孩子们的善款就会少300万。林先生，你有什么要解释的吗？不就是300万吗？这笔钱我们天盛集团出了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这点担当我还是有的。没错，不就是300万吗？我们阿浩还赔得起，这点钱对我们来说不算什么，绝对不会让孩子们的善款少1分的。不就是300万吗？多大点事儿？既然有我的责任，那这笔损失就记在我们天盛集团的账上。叶董，看来你们果然是误会了林先生，他根本不像您说的那样，我觉得他非常有责任心，很有担当。什么？你说他有责任心？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！林浩，你别只是说的好听，就天盛集团现在的状况，你拿什么赔这300万？这就不劳你费心了，我都在赔偿合同上盖了章，今天只要是我造成的损失，天盛集团都会负责的。文文，你也太小看我们阿浩了，不就是300万吗？我们就算砸锅卖铁也赔得起。倒是你，别把人想得太坏了。既然都是误会一场，叶董，那我们就接着录制吧。好，不好意思，让您见笑了。刚才那段我们重新来一遍。叶董，接下来要展示的是哪件古董呢？是明代著名画家陆雪伯的一幅山水画。这幅画是陆雪伯晚年的精品，当时他……林先生，这里是古董展览室，全是珍贵文物，你怎么能在这里抽烟？怎么了？不就抽根烟吗？大惊小怪。李记者，你也别这么大惊小怪的。阿浩刚才赔了300万，心里正不舒服呢，抽根烟怎么了？又没碍着你们什么事儿。林浩，别在这耍无赖，我就知道你迟早装不下去，现在连演都不演了。我耍无赖？叶文，我好心帮你做慈善，赔了300万的花瓶，抽根烟怎么了？你怎么心疼了？林先生，你别乱来！滚开！这里轮得到你说话？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手滑了。这是明代的绢本山水，市场价420万，不就是400多万吗？记我账上，一起赔。没错，都记我们账上，我们赔得起。你们别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。林先生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不想干什么，就是手笨，拿不稳东西。哎呀，又手滑了。哎呀，阿浩，你今天怎么回事？老是手滑。不过没事儿，反正咱们赔得起。康熙青花碗一对180万，累计900万。怎么了，叶文？脸都白了，心疼了？我不心疼，反正有人赔。你继续，别停。装，你接着装，我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？阿浩，我看他就是死要面子装镇定，等会儿账算下来，有他哭的时候。西周青铜绝拜260万，宋版古籍一套350万，累计1510万。林先生，
你这是故意毁坏文物，我们都录下来了。录呗，反正我认赔，天盛集团全兜着。倒是叶董，你还是好好想想，公司赔不起的话，你这个法人要坐几年牢吧？你都不急，我当然更不急了。砸得好，阿浩，砸得再狠点儿，我看他还能装到什么时候。和田玉整料摆件一套880万，累计2390万。叶文，你现在跪下来求我，我还能停手，不然等这些账全算下来，你下半辈子都得在牢里过。就是啊，文文，你现在跪下来给我们阿浩道个歉，说几句软话，说不定我们阿浩心一软就停手了呢。不然等会儿牢饭都没得你吃的。我为什么要求你？要砸的是你，要赔的也是你，我急什么？你还嘴硬！我告诉你，天盛集团现在就是个空壳子，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。到时候法院追责，第一个抓的就是你这个法人。什么？林先生，你根本赔不起。那你刚才说要认账，我认不认账关你什么事儿？反正坐牢的又不是我。元代字画一幅1200万，清代官窑瓷器3件750万，累计4340万。林浩，你等着把牢底坐穿吧！坐穿牢底的是叶文，他是法人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都别过来！谁敢过来，我连他一起砸！怎么了？不装了？现在知道怕了？文文，现在知道怕了，早干嘛去了？当初你要是乖乖的，何至于闹到今天这个地步？你自己看，累计损坏文物总价值8700万，零头我都给你抹了。8700万，不少啊。叶文，你说这么大的金额，公司赔不起，你这个法人要判多少年啊？我估摸着怎么也得判个10年8年吧。到时候你在牢里，叶氏集团可就成了我们阿浩的了，想想都替你可惜。林浩，你是不是忘了什么事？我忘什么了？我没忘。结婚的时候，天盛的法人写的就是你叶文，这事儿我记得清清楚楚。哦，是吗？同志，你们可来了！这家公司的法人是叶文，他的公司损坏了这么多文物，赔不起，你们快把他抓起来！你就是林浩？是我，同志，你们可别抓错人了，法人是他叶文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同志，我们有全程的录像，所有的文物都是林浩故意所坏的，他自己也亲口承认了。我承认是我砸的，但赔钱的是公司，坐牢的是法人叶文，跟我没关系。没错，他砸的又怎么样？法人是叶文，要抓就抓他。拿出来吧，让他彻底死心。同志，这是天盛集团最新的工商登记信息。从3年前开始，这家公司的法人就已经从叶文女士变更为林浩先生本人了。什么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不可能，这绝对是假的，你们伪造的。法人明明是叶文，怎么可能是林浩？林浩，你不会真的不知道吧？结婚第2年，你妈秦芳哭着闹着，怕我占了你家的便宜，偷偷拿着你的身份证去工商局把法人改成了你自己。那个破公司我从来没放在眼里，没想到最后成了你的催命竹。这不是真的，妈，我妈怎么会？阿浩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不是说法人是叶文吗？怎么变成你了？合着你闹了半天，砸了快9000万的文物，最后要坐牢的是你自己？你早就知道了，你从一开始就知道，所以你一直看着我砸，看着我发疯。没错，我早就知道，我就是想看看你为了害我能丧心病狂到什么地步。林浩，你骗我！你说坐牢的是叶文，现在怎么办？我还怀着孩子，我不想你坐牢。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不是人，我是畜生，你饶了我这一次吧。
不，叶董事长，我也错了，我不该跟着林浩鬼混，不该欺负你，不该跟着他一起砸东西，求求你，大人有大量，放过我们吧！我肚子里还怀着孩子，我不能让孩子生下来就没有爸爸呀！文文，我知道我对不起你，这3年你为了我放弃了这么多，我却鬼迷心窍，跟周圆圆搞在一起，还和我妈一起欺负你，我不是人，我猪狗不如。现在知道错了，晚了。不晚，文文，一点都不晚，我们复婚好不好？我们重新开始，我以后一定好好对你，再也不跟周圆圆联系了。我妈那边我也会说，以后我们好好过日子，行不行？林浩，你说什么？我怀着你的孩子！闭嘴！都是你这个丧门星！要不是你勾引我，我怎么会跟文文闹成这样？滚远点！你这个没良心的！当初是你说要跟我在一起，要娶我的，现在出事了，你就把锅全甩给我！你还是不是个男人？文文，你看，我都跟他划清界限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以后一定对你百依百顺，你让我干什么我干什么，好不好？林浩，你是不是忘了，当初在林家，你和你妈是怎么逼我给周圆圆下跪穿鞋的？你忘了你是怎么把我推倒，让我额头磕在茶几上流血的？你忘了你是怎么当着所有人的面说我除了洗衣做饭什么都不会的？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那些都是我鬼迷心窍，都是我妈和周圆圆撺掇我的。文文，你就饶了我吧，我给你磕头了。当初我给过你机会的，招标会上，我看着你签下离婚协议的时候，我就想，我们3年的夫妻情分，到此为止，我不会再赶尽杀绝。可你呢？你不仅不知悔改，还想盗用我的专利侵权牟利，甚至想把所有罪责都推到我身上，让我替你坐牢。林浩，是你自己一步步走到今天这个地步的。我知道是我错了。文文，我求求你，你跟执法人质说一声，这都是误会，好不好？你让他们别抓我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我给你当牛做马。儿子，我的儿啊！叶文，你个毒妇，你竟然敢这么害我儿子，我跟你拼了！造孽呀！我们林家什么没遇上你这么个黑心肝的毒妇？我儿子不就是犯了点错吗？你至于把他往死里整吗？你可来了，你快求求叶董，让他放过阿浩吧！我还怀着孩子，不能没有阿浩啊！他犯的错，他婚内出轨寡嫂，合起伙来欺辱我3年，撕毁国家重要科研资料，故意损毁近9000万的慈善文物，桩桩件件，哪一件不该付出代价？我不管，你必须放了我儿子，不然我就死在你面前！叶董，求求你了，你就放过阿浩吧，我们以后再也不敢了，我们给你当牛做马。你要死要活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们林家欠我，从今天起，一笔一笔全都要还回来。同志，所有的证据都在这里，损坏的财物、全程的录像，还有他亲口承认的录音，我全部都有，按照法律流程处理吧。全完了，什么都完了。儿子，我的儿啊，是妈害了你，是妈当初非要改法人，是妈害了你啊！我怎么办啊？我怀着孩子，以后可怎么活？都怪叶文这个毒妇，是他毁了我们。你们现在哭的，都是当初自己作的孽。秦芳，你当初天天骂我是不下蛋的黄脸婆，逼着我把婚房让给周圆圆，让我给她当牛做马、洗衣服做饭。你有没有想过今天？周圆圆，你当初拿着我当佣人使唤，当着我的面和林浩卿卿我我，用意大利语骂我是奴隶，跟着林浩一起砸毁慈善文物。你有没有想过今天？我错了，叶董，我真的错了，我不该那么对你，不该跟着他一起胡闹。林浩，你当初跪着求我辞职回家给你当家庭主妇，转头就拿着我的钱养别的女人，在我被欺负的时候永远站在别人那边，甚至为了利益想让我替你坐牢。你有没有想过今天？文文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如果能重来一次，我一定好好对你，一定不会再让你受一点委屈。没有重来的机会了。3年前那个满心欢喜嫁给你，甘愿为你收起所有锋芒的叶文，就已经被你们亲手杀死了。我今天在这里把所有的账都算清楚。第一，天盛集团所有亲项目全部停止，所有违约赔偿1分都不能少。第二，林浩故意损毁文物，按照法律规定承担所有刑事责任和民事赔偿。第三，
周媛媛、秦芳，在本次事件中参与教唆协助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之前侵占我的所有财物全部归还。第四，从今天起，叶氏资本全球所有业务永久终止与你们3人的所有合作，全行业拉黑，永不往来。各位观众，本次慈善捐献活动突发意外，嫌疑人林浩故意损毁珍贵文物，涉案金额近9000万，相关涉案人员已全部锁定，后续我们将持续跟进报道，也为叶文女士对罕见病儿童的爱心致敬。无论发生什么，救助罕见病儿童项目不会停止，所有损毁的文物我会个人全额补上，不会让孩子们少一分善款。也希望大家能和我一起关注这些孩子，给他们多一点希望。林浩，你涉嫌故意损毁文物，涉案金额巨大，现在我们依法对你进行逮捕，请你配合。文文，救我！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求求你了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同志，求求你们别抓他，他不是故意的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撺掇他的，要抓就抓我吧，我还怀着孩子，求求你们了。妈！完了，全完了。小文，真是委屈你了，好好的慈善活动被他们搅大成这样。没关系，只要不耽误孩子们的事就好。剩下的完好文物我们照常捐献，损坏的部分我会在3天内补齐。董事长，剩下的事交给我处理就好。法务部已经准备好了所有材料，一定会追究到底，不会有任何遗漏。处理干净，别影响了慈善项目的进度。3年的烂账，今天彻底清了。董事长，接下来你有什么安排？接下来建实验室，搞研发，把我们自己的医药技术做到顶尖，让国外再也卡不了我们的脖子。还有，把慈善项目做下去，帮更多需要帮助的人。以前我为了一个男人困在方寸厨房，丢了自己。现在我终于找回了自己。我的战场从来不是家庭和灶台，而是更广阔的天地。往后我只为我自己，为我想做的事，为我想守护的人，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。